Hello，我是 Happy Simon。快乐学院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所有跟快乐有关的观念与做法的新频道，它能让你自己改变自己目前的快乐阶段，变得更快乐哦。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快乐的第二秘技——目标确立法。目标创造出目的和意义，有了目标，我们才知道要往哪里去追求什么，而不会迷失方向。人们生活的动机往往来自于两样东西，不是追求快乐，就是远离痛苦。但是我们需要有目标来让我们奋斗，而且目标有时候可以让我们更能够忍受痛苦。举例来说，有一个人肚子痛，而且越来越痛，每隔几分钟就会来一次剧痛，痛到忍不住会哀嚎。请问这时候你有什么感觉？是不是觉得很可怕呢？如果疼痛的时间变得更短、更严重，那你会紧张、害怕还是兴奋呢？这是什么问题啊？痛得要死，怎么可能还兴奋得起来呢？答案是一个快生产的孕妇生小孩子的阵痛。那这是一种具有意义的目标，因此使得疼痛可以被快乐地忍受下来。心理的印象也会成真，请大家跟着我的话来做个实验。不要去想象有一只戴着小丑帽、全身蓝色、有着黄色斑点的大象。请问你现在的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只戴着小丑帽、全身蓝色、有着黄色斑点的大象。所以当我们在脑海中想象着快乐幸福的一切事物时，它就已经建立了快乐幸福的心理。再来，我们只差实现它的部分。你也许会说，还没有实现的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但是我却要说，如果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想过它会实现，那么它绝对不会实现的。试想，一件事情你已经先认为不可能完成，那你能真正完成它的几率能有多高呢？反之，你认为会成功，则你会一直努力下去，而不怕中间所发生的任何阻挠。所以，我们设立快乐人生的目标，就显现其重要性了。有一个人经常去练习打靶，可是总无法完全命中红心。有一天，他经过一面墙的时候，发现墙上的每一个弹孔都击中红心。他很惊讶，决定去寻找这位神射手，向他请教。想不到竟然是一位小男生。他向小男生请教：“你是如何做到的呢？”小男生很不好意思地回答他说：“我只是把我所射中的每一个弹孔都漆上红心而已。”这个故事对射击没有什么帮助，但是在心理学上却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即使事情是失败的，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成功前的过渡期，这样在心理上就不会有失败而退缩的情形发生。自然在努力不懈的情况之下，成功就会到来了。这个故事还可以进一步运用吸引力法则的原理，将弹孔直接视作为红心，在已经成功的前提下导果为因，心想事成，再自然轻松地将成功前的步骤及过程补足即可以。哈佛大学曾经对他的商学院 MBA 的学生做了一个调查，有多少人对未来设定出明确的目标呢？当时研究的结果发现，84%的人没有明确的目标，13%的人有明确目标，但是没有写下来，3%的人有明确目标，并且有写下来，甚至包含详细的执行计划。有趣的在后头，在美国，各学校的排名是以毕业生的薪水决定的。10年之后，哈佛大学重新对当年的这些学生做了调查，有了重大的发现。13%有设定目标但是没有写下来的人，他们的收入比没写目标的人平均高了出2倍。3%有设定目标
且有写下来的人，并定出明确执行计划的这些人，他们的收入比没写目标的人平均高出10倍。什么？成就比别人高10倍，竟然只是把目标写下来而已。哈佛大学 MBA 进入的门槛极高，理论上毕业后的成就应该大家都差不多。考虑有运气的成分存在，平均收入顶多差个2-3倍吧。但是这项统计显示，平均收入的差距竟然可以高达10倍，代表写下目标与计划的功效，也许超乎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吧。那怎样才算是有明确的目标呢？有4个原则。原则1，目标要明确具体，可以量化。比方目标是退休，那就并不明确，你可以现在就跟老板辞职。但是如果说是50岁退休，或是我要存下1000万的退休金，那就很明确，而且有量化。原则2，目标面对现实有可能达成。例如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他定目标是赚1亿上火星，就是不切实际的。写这种目标只是在做梦，浪费时间而已。可是如果目标是在假日找兼职工作来增加收入，则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。原则3，有时效性。在设立目标的时候，一定要设下期限。这个期限不限于任务达成的日期，也可以将大的目标细分。例如，我们的目标是在第3季结束前增加500个新客户。那你可以想想，那这3个月中我们可以达成哪些事情呢？在这个1个月内，我们也可以先做哪些事呢？那1周里面，我们有些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可以先达成呢？所以，请定出何时完成的明确目标，因为我们人都很容易擅长拖延的。原则4，有明确的执行计划。比如说，我要减肥5公斤，虽然是个目标，但是并无执行计划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计划是每天跑步5公里，那就是明确可以执行的事情了。写下执行的计划，你才会真的去执行它。除了把目标写下来这个技巧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增加2个小技巧，使成功的几率更高。技巧1，写下会遇到的障碍。举例，一个业务员拜访客户，如果没有先做好心理准备，那被拒绝的时候就会像预期外的打击，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甚至被拒绝2-3次后，玻璃心就破碎了，从此就放弃当业务员的这个职业了。但是如果你在假设开口之前就已经先有被拒绝的觉悟跟准备，那就算真的被拒绝，也是预期中的事情，可以比较快的恢复心情，就继续跑下一个客户，进而达成长期的目标。所以事先理解障碍，虽不代表障碍能够被拒绝，但是至少也不会因为1次失败就卡关了。技巧2，写下愿意付出的代价。以下哪一种方案比较容易成功呢？方案 A， 我今年要看100本书。方案 B， 我今年要看100本书，然后靠每天通勤及中午的休息时间来进行。中间可能会觉得很累，但是值得的。那写下 B 方案的人，成功几率一定远大于方案 A 的人，因为这是决心上的差别。一般人都是将明确的目标运用在绩效、业绩、工作、经济、事业、对象、爱情等上面。像我要考100分得到第1名，希望上好的科系，进好的大学，进到好的公司，业绩能够成长，年薪100万，升官发财，找到所谓的好对象等。大多数的人在这上面花了大把的时间、精力与金钱，其实不成功的人是占了10之8九。那即使有些目标成功了，那你就快乐了吗？如果还称不上快乐，那有用有意义吗？快乐学院则是以
目标确立法将快乐人生确立为此生最重要的人生课题。这个关键观念的建立，才能让你集中你的有限精力、时间与金钱，去真正实践你的快乐人生，而不是去追求一堆所谓以为可以快乐的目标。要快乐，我们目标就应该确定在快乐上，不是在好成绩、好学校、好公司、好薪资、好对象等等上面。再举个例，你今天要从 A 城市到南方1000公里外的 B 城市去，那首先你要将 B 城市定为你的目的地，不然你可能在 C 城市、D 城市就停下你的脚步了。那方向我们要朝向南方前进，朝着其他方向会浪费更多时间与费用，更有可能到不了。那使用的交通工具只是差别在速度跟效率上而已，反而不是最重要的，能达到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1000公里，如果我们走路每小时4公里来计算，需要250个小时，每天如果走8小时的话，那要1个月才走得到。那骑单车每个小时是20公里，那每天骑8个钟头的话，我们要1个礼拜才能够骑到。那骑机车每个小时50公里，需要20小时，那我们需要3天才能够骑到。那开车每个小时90公里的话，只需要11个小时，如果每天只开8个钟头，那我们1天半就可以到了。那你拥有何种交通工具去你的目的地，虽然在到达的时间上有相当的差别，但是以最后到达目的地的结果来看，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只是交通工具的成本与费用及时间快慢的区别而已。一碗60块的蚵仔米线跟一碗600块的鱼翅羹，价钱相差10倍。你若在吃的当下都能吃出很快乐、很满足，那请问吃鱼翅羹的快乐有比吃蚵仔米线的快乐多10倍吗？我个人是觉得，吃的当下有快乐及满足的感觉的时候，其实两者的快乐是差不多的。甚至觉得能够花更少的钱得到一样的快乐，那不是更快乐吗？你觉得呢？所以当你能运用快乐的第2秘技目标确立法，将你的快乐人生观及价值观确立在快乐上面，你就可以比别人花更少的精力、时间与金钱，就能达到快乐人生了。下回我将分享快乐的第3秘技正向思考法，敬请期待。谢谢你的观看，别忘了动动小手，点击订阅按钮及开启通知小铃铛。拜拜喽！